然后他看他妹妹就在那种加护病房完全陷入昏迷当中，他姐姐就每天会他妹妹就真的从昏迷中醒来了。经过了3个月之后，癌细胞全部都不见了。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健康的吸引力法则。最近也是很多网友希望能够聊一聊健康方面的故事，而且也有几个观众目前正在医院中，所以希望这支影片可以给你们一点帮助。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真的会被外界灌输很多限制性的信念，还有负面信念。通常一般人最多的限制性信念是发生在金钱方面的领域，但是第二多的领域就是健康了。我们其实被灌输了很多对健康方面的限制性信念，但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例如，良药苦口啊，一定要吃什么什么才会健康啦，一定不能吃什么什么才会健康啦，年纪大了就会老化，年纪大了就会变笨啦，什么什么病永远都不会好，只能靠吃药控制啦。有一个最常见的就是会认为说，身体跟我们的心智是完全无关的，身体好像是一个独立的机器，它在运作，但是偶尔会出一些状况，好像身体会不受你控制，会有一些随机发生的毛病，例如动不动就感冒啊，动不动就头痛啊，好像是你没办法控制的，然后会觉得生病了就只能靠外力，会觉得自己是没有疗愈力的，这些都是非常限制性的信念啊。我们就直接讲癌症吧，大家听到癌症会觉得好像被判死刑了，只剩下几年或几个月了，而且会觉得自己是没有办法治疗它的，好像生命就只能交给别人去控制了的那种感觉。但我要跟你分享一句话，没有绝症，只有绝望。如果一个人已经放弃自己的身体了，已经觉得自己不可能会好了，那他可能就真的不会好了。没有绝症，只有绝望。我们不管生什么样的病，都不可以失去信心，不可以绝望。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女生叫 Cathy， 这个女生说啊，有一天被诊断出来我得了乳癌，但是我相信我一定会好起来，不管医生讲的多么恐怖，我都不要听。每天我都告诉自己说，感谢我身体惊人的疗愈力，感谢我身体细胞每一个都非常的健康，而且我决定我现在开始不要看一些新闻那种负面的东西，我就看一些好笑的影片就可以了。我每天就是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得很开心。我不要让自己的生活有任何一丝丝的压力，我每天都是笑得很开心。经过了3个月之后，我再次去检查，我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癌细胞了。而且我中间没有接受任何化疗或放射性治疗哦，癌细胞全部都不见了。医生说真的是奇迹。像这样的例子真的不胜枚举啊，也有很多人把他们癌症完全好的过程写成书，在书店都可以找得到。这个故事有3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你要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要有很强的信念。如果你说我相信我一定会好起来，可是一方面你又在那边想说，我要不要写个遗书好了？我来看一下塔位好了，我来分配财产给我的孩子好了。那就代表你不相信你会好啊。所以如果你是真正相信你会好起来，你一定会打起精神来吧，你一定会觉得哇，今天也好美哦，因为我可以活好久好久，所以我可以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开心的事情。你不可能在那边自怨自哀，想说我来列个遗书好了，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你的想法，你说的话跟你的行动都要在同一个方向哦。第二个就是你要感谢自己的身体，感谢它可以很快的恢复健康，感谢它可以正常的运作。再来就是你要让自己的生活是很开心的，你可以看一些很好笑的电视剧，也可以好好的休息放松心情，不要看一些负面的电视，像是新闻啊，或是那种杀人的电视剧啊，尽你可能的保持心情愉快哦。再来我们要讲的是 Rhonda 他自己的故事，他说他在发现秘密之前，他都一直有戴老花眼镜，而且戴了3年，每次要看什么报章杂志，他都需要去找他老花眼镜来戴。在发现秘密之后的有一天，他也是一样要看报章杂志，然后找不到自己的老花眼镜，就在那边找了找，他就发现为什么我会觉得我需要戴老花眼镜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信念呢？这信念是哪里来的？好像是因为成长过程中我看到别人老了就戴老花眼镜，他就进入到我的潜意识，让我觉得说我有一天也会戴老花眼镜，所以我的潜意识里面觉得我的年纪是要戴老花眼镜的，我才会去戴老花眼镜。但是那完全就是一个信念啊，我从今天开始可以不要这个信念吧，我决定我可以让我的眼睛好起来。他就想象自己拥有20岁的视力，
想象自己可以看得很清楚，报章杂志、电脑荧幕或者是餐厅的菜单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然后他就告诉自己说，我的眼睛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有很完美的视力，我不需要用老花眼镜，感谢老天爷给我这么完美这么清楚的视力。然后他就觉得非常开心非常开心，他把他整个频率拉得很高，非常开心。他就连续这样做3天哦，结果真的在第3天的时候，他视力就完全恢复了，他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真的不需要老花眼镜了。他说那时候他心里是觉得他很快就可以有很好的视力，他有很强很强的信念，所以才只需要3天而已，真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边我要解释一下哦，我不是在鄙视传统医疗，完全不是，我只是认为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就好像钱嘛，如果你要显化钱，你可能会有20种不同的管道哦，不是只有1种。那显化健康也是，你可能有20种不同的方法，看医生吃药是一种管道，但是还有很多不同的。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只有1种方法，我们要让自己更 open minded 去接受各种不同的方法。你的想法会改变你的身体哦。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实验。现在你是醒着在看我的影片嘛？现在你就告诉自己说，我很累，我很累，我很想睡觉，我好累哦，我好想睡觉，我很累，我很累。是不是真的想睡觉了？我刚才念一念，我就觉得身体好重好重好重哦，眼皮就会慢慢的闭上了。所以你讲的话都是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哦。有一本书叫做《生命的答案水知道》，书里面啊，作者就跟很多不同的水讲不同的话。他对有一些水讲说谢谢你，我爱你。然后对有一些水讲说我好讨厌你，你好丑哦。然后他去观察那个水的结晶会长怎么样。他讲那个谢谢你我爱你的水滴结晶都非常美丽非常漂亮，可是讲那个我好讨厌你你好丑的那个结晶就真的很丑。这个实验真的震惊全世界。你想想看啊，我们的身体有 70% 都是水分耶，如果每天我们都是充满爱充满感恩的话，我们身体的水结晶会多么美丽啊。但是如果我们每天都心情不好很讨厌很烦的话，我们身体的水结晶也会很丑耶。我们让自己在大部分的时间都非常开心充满爱充满感恩，这样子我们身体的水结晶就非常漂亮非常美丽咯。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也很厉害的故事哦。她们是一对姐妹，是英国人，姐姐住在英国，妹妹住在希腊的一个小岛上。妹妹呢每天早上都会在湖边游泳，她是游泳健将，每天游都没事。但是有一天突然被一个快艇，不知道哪里冲出来的快艇直接撞飞，撞飞之后就送到医院急救。姐姐就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你妹妹现在在希腊的某间医院，快要不行了，你赶快来吧。姐姐就赶快坐飞机飞到希腊去。然后她看她妹妹就在那种加护病房，然后真的快要不行了，完全陷入昏迷当中。一摸那个脚就是冰冰冷冷的，好像真的快要不行了。那个医院救一救啊，就突然跟姐姐说，我们这间小医院没有办法治疗她现在的问题，她现在心脏有一个很严重的积水还是什么，必须要到雅典的一个大医院去找最权威的心脏手术医生，而且还不能坐一般的救护车去，因为路上会太颠簸太危险了，必须要坐医疗用的直升机。可是那个直升机健保都没有给付哦，要自费3万英镑。然后姐姐就想说，哈，我哪里生出来3万英镑怎么办？可是如果她不坐直升机去找那个最厉害的医生的话，她可能就没命了。她就在那边想，可是她真的没有3万英镑啊。她就跟她的朋友讨论说，怎么办？我觉得我妹妹应该要死了，因为我真的没有3万英镑。她朋友就跟她说，你至少要努力想个办法啊。你如果不努力的话，你妹妹死掉，你真的会后悔一辈子的。然后她姐姐就想说，对对对，我要想办法。她就静静坐下来，然后就开始进入一个打坐的状态，就开始想象有3万块的英镑从各地这样子飞过来。她就在想象那个钱这样飞到她身边的那种感觉，想象有3万英镑，想象。结果她就突然有个灵感，这样子咻打到她的头脑里面，打电话给英国的报社。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她就打电话给英国的报社，跟她讲妹妹发生的事情，被一台游艇撞到啊，加护病房啊，然后又需要坐直升机啊什么的。那个报社马上就帮她播报新闻，各大媒体新闻头条就马上在新闻下面募资3万英镑救救妹妹一命。结果很快真的很多人就很热心捐钱到她的那个账户里面，马上就凑了3万英镑。就当天真的
那个医疗用的直升机就把他跟他妹妹一起安安全全的载到雅典最大的医院去，然后刚好那个最有名的心脏权威医生有空，就当场跟他开刀修理一下，他妹妹就开始脱离险境，但是还是在昏迷的状态。他姐姐就每天会跟他的朋友一起祷告，替他妹妹祷告，让他妹妹赶快好起来。连续祷告了6个礼拜，他妹妹就真的从昏迷中醒来了。他说这完全就是个奇迹，不管是遇到顶尖手术科医生，还是募资3万块，还是妹妹从昏迷中醒来，全部都是个奇迹。这边要解释一下，祷告其实不是什么很神秘的事情，祷告其实就是一种肯定句的应用而已，它不属于任何宗教，就算你没有宗教信仰，还是可以祷告，其实就是肯定句而已。但是要记得，我们要讲的肯定句是感谢已经拥有了，而不是那种拜托求求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不是这种请求的状态，是感谢已经拥有了，这才是真正的祷告哦。那么来讲一下书里面的一个方法，如果你身上有哪些地方不舒服啊，可以用这个方法。一开始就先放松一下，想几个今天感谢的事情，感谢今天很顺利，感谢今天很开心，吃了很好吃的东西。然后把你的手放在需要治疗的部位，例如说头痛就放在头上，心脏痛就放在心脏上，给这个部位一些爱的能量，感觉到很温暖。想象这个部位运作的非常好，例如心脏它就跳得很好，感谢心脏每天很认真的在跳动，感谢心脏很健康，好好的感谢它一下，然后再感谢其他想感谢的事情。每天这样子做，我相信你的心脏也会越来越健康哦。这边还有一个影片是健康的肯定句，我很年轻又很健康，每天只要10分钟的时间可以改写潜意识哦。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就可以看到更多这样的内容咯。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